傍晚的时候，沈建清又来给我送饭，大门紧闭，之前空洞的窗户被铁杆封了起来，窗外的风景被切分成一块一块的，隔绝了所有翻窗逃跑的可能。我现在算是被他囚禁了起来，囚禁。没想到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居然会发生，还落在我身上。可跟沈建清讲理根本讲不通，他不信什么人身自由权，只说在这里一切都听他做主，俨然一副又疯又流氓的土匪做派。枉我之前还信他单纯良善，不谙世事，实际上单纯的是我们几个识人不清的傻子罢了。你不吃饭，也不吃药。沈建清看着桌上中午送来的端端正正连碰都没有被碰一下的饭菜和汤药，声音戏谑地说：“跟我闹绝食啊！”我翻了个身，用背对着他，不想理会。他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难道还可以控制我吃不吃饭，说不说话吗？我就不信他会让我饿死在这里，费一番功夫关个死人吗？沈建清放下手里热腾腾的饭菜，上前2步，也不管我的挣扎，伸手触到我的额头。他的手很凉，像一块冰。难怪，你肯定是烧得没力气吃饭了，怪我不够细心。他自说自话般的喃喃，语气温柔，仿佛我们是什么亲密关系，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是。沈建清踱步，然后端着药坐回床边。李玉泽，我喂你吃药，过来。我还是不动，时间仿佛静止，屋子里谁都没有说话，落针可闻。我合着眼睛，静静地等待着他之后的动作。可1分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但我知道他没有离开，因为他低沉的呼吸声没有断过。都说死刑犯等死的时候是最难熬的，我现在深有体会。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声很清浅的笑在身后响起，可我却下意识生出半边鸡皮疙瘩。这个疯子，他笑什么？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身体突然被一股大力掀了过来。沈建清那张漂亮的过分的脸蛋猝然处在了我眼前，他双眼里血丝点点，裂开的嘴里露出尖利的虎牙，笑意渗人。就算我做好了触怒他的准备，也被他给吓了一跳。你不理我是吧？不吃不喝是吧？他说着，探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我发着烧，浑身酸软无力，但凭着心里一腔孤愤，生出几分力气来。我们2个扭打在一起，挣扎间我一巴掌扇在了沈建清脸上，并不重，但却足够在他这团火上再浇一把油。沈建清黑沉沉的瞳孔里几乎冒出火焰，他一把推倒我，我本来就在后缩，没提防混着他的力道，猛地摔在床上，后脑正磕到坚硬的墙壁，咚的一声，痛得我双眼发黑。等眼前的黑暗散去，沈建清端着一个素瓷碗，上前一步把我拖到床边，膝盖跪在了我2腿间。他左手掐住我的下巴，狠狠地抬高，我不得不艰难地仰着脖子，而他另一只手就强硬地把盛着黑漆漆药水的瓷碗碗沿塞进我嘴里，液体向下灌注，苦涩的气味瞬间充斥我的口腔。我疯狂摇头，伸出手推、抓、掐、挠，但是都不能撼动它分毫。喉咙不受控制的滚动，液体见缝插针地钻进胃里，但更多的是在我挣扎间喷洒出来，溅得到处都是，床上一片狼藉。我剧烈的咳嗽，整个胸膛都在震颤，呛得肺管生痛，鼻腔里也灌满了药水。我想我现在肯定很狼狈，但再狼狈再丑陋一点最好，让沈建清下不去手最好。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想这一刻想了好久。沈剑清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带着恶意和羞辱。你当初不就是这么喝蓝门酒的吗？你知不知道当时好多人都在看你？你很会勾引人啊，李玉泽。在我的咳嗽声里，他掐高了我的下颌，居高临下的狠狠地看着我。我终于近距离地观赏到了这个阴郁少年的真实面目。我被他说懵了，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他说的居然是在洞江苗寨的时候。那时阿离为我拦门酒，他身高矮于我，我为了不触碰到他，便微微蹲着身子仰起头。彼时彼刻，亦如此时此刻，但心境情形却完全不同。我内心瞬间掀起万丈骇浪，一种被窥视、被监视的恐惧萦绕全身，那种一言一行都被人看在眼里，在不知名的地方被反复咀嚼的阴森可怖。你一直都在。沈剑清舒展开眉眼，歪着头说，我当然一直都在，你好几次都差点发现我了。哇，不对，你已经发现我了。我想起在洞江苗寨的清吧里，他隔着层层人流与我灿然一笑，彼时我被他的外表蒙蔽，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那笑容里面混杂着无尽的暗潮，像是盘踞在角落里的贪婪的蛇。那个照片也是你故意出现的。我想起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可笑我还一直对着那照片念念不忘，以为是个美丽的巧合，想把它留给沈剑清。还有你的那个照片。一提到这个，沈剑清更加兴奋，眼睛亮晶晶的。你知不知道，你当时拿出来的时候吓死我了。我愣愣地看着他，但我不回应也没有关系。沈剑清自顾继续说，那可不是我故意留下的，没想到你这么早就看到我了。李玉泽，你自己不是还说我们之间很有缘分？这叫缘分？他一步步引导设计的结果，却说是缘分，难道不可笑吗？我脸上连做表情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力倦怠感席卷全身。我木木地说，你看上我什么了？沈剑清，我们素昧平生，你都不了解我，你看上我什么了？沈剑清理所当然地说，难道不是你先引诱的我吗？在洞江是你要来找我，在是敌山是你要来求我，我只远远看着，是你一遍又一遍引诱我靠近啊！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如果让你误会了，那很不好意思，是我的错。那我现在解释可以吗？我真的没有。李玉泽，沈剑清截然打断我，脸像翻书一样瞬间就阴沉了下去，情绪的转换甚至不需要时间。他阴沉着脸说，你别说那些我不爱听的。我们苗人固执，看中了一个人，到死都不会改。你已经是我的人了，这辈子也别想摆脱我。他说完，高高的起身，垂着眼皮睨着我，藏青色的苗服衬得他面如冠玉，但我眼里却似地狱修罗。沈剑清丢下一句，你吃药休息，别想着那群朋友会回来了，便径直出门。很快我就听到了屋外落锁的声音，我缩在床角，后背抵着墙壁，才勉强找到了一点安全感。经过刚刚这一遭，我气血翻涌，心绪大起大落，发了一身冷汗，身上的温度反而好像降下来，只是脚一直没有被包扎，右脚的脚踝高高的肿着，关节间还不正常地错开了一点，疼痛已经深入骨髓。冷静，冷静，李玉泽，先冷静下来。我忍不住瑟瑟发抖，只能在心里告诉自己，必须冷静。现在的遭遇是我以前从未设想过的，连个应急方案都没有。我不能只等着秋露、温灵玉他们带人回来了，我得自救。
任何时候，靠自己总是没有错的。但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自救基本上没可能。沈剑青的力量我是见识过的，我正常状态下都不一定能制服他，更别说脚还伤了。我知道沈剑青打的什么主意，他故意拖着，不包扎也不治疗，就想让我的脚这么残废掉。他好几次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盯着我的伤脚，我就已经猜透了他的想法。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伤是拖不起的。若大个苗寨，一定有医生，至少也有懂医术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治好我的脚，不能留下身体残疾，不然以后跑起来都不利索。要达成这个目的，还是要靠沈剑青。我咬紧牙关，心头一片哀凉，要向强暴了自己的人低头，甚至去求他，这比杀了我还难过。尊严这种东西，一旦破碎，零落成泥，就很难再拼回去了。不，李玉泽，尊严算什么？和一辈子困在这里比起来，尊严算什么？只要我出去了，回到了我自己的世界，回到文明的社会，谁会知道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我还是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走我早就规划好的道路。我完全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难道没有人知道这事就等于没有发生吗？一切事物存在过，终会留下痕迹，甚至还可能被人发现。现实的困境与思想的矛盾折磨得我头痛欲裂。我抱着脑袋，揪住了自己的头发，缓缓滑倒，扑进了床褥里。床铺在刚刚那一番挣扎过程中已经如湿一片，泛着浓浓的药草味。我无暇顾及这些，只想先睡一觉。睡一觉吧，那些想不通的事情留给明天。现在先好好的睡一觉。我逃避似的把脸埋进被子里，遮住了懦弱的泪水。没想到第二天我并没有看到沈剑青。我很早就清醒了，睁开眼的时候，腰背都是酸痛的。我就保持着蜷缩的姿势扑在被子上睡了一夜。床上的药渍早就干了，变成了黑暗又僵硬的一个不规则圆形，横亘在床上，散发着淡淡的苦涩的味道，荒谬又可笑。也不知道是我身体素质过硬，还是昨天沈剑青灌下去的那点药起了作用，我的烧已经退了下去，身体的温度恢复了正常，力气也回到了四肢百骸，只脚伤还是老样子。我下床，一瘸一拐地挪到窗边，试着掰了下窗户中间的栏杆，很牢固，任我怎么用力都没有松动的痕迹。之前窗台上还只是几个凹槽，现在为了我，凹槽里已经安装上了坚不可摧的栏杆。我初住进来的时候还笑称这个窗口如果安上栏杆就会像是牢房，没想到现在却一语成谶。我有些泄气地坐回床上，深深呼吸几口，烦恼如影随形。我的右脚受伤处已经泛起麻痒，那是伤口缓慢自愈的征兆，不能正骨包扎的话，以后肯定会受影响。我现在没得选，必须得依靠沈剑青。这个认真让我很矛盾痛苦。我唾弃这样弱小的自己，但更恨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在这时，门口传来所动的声音，我的心下意识高高地悬了起来，呼吸滞闷。这已经成为了我听到铁锁声响的条件反射了。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进来一个高大的身影。来人不是沈剑青，我都冒到嗓子眼的话，瞬间就哑火了，心底里莫名松了口气，就像是死囚犯忽然被通知死刑延期了一样。我又可以再缓一缓去直面沈剑青了。那人一身青灰色苗服，浑身素净，只衣襟上有一圈花纹，不像沈剑青般银饰叮当。他皮肤黝黑，
一看就是个惯常在地里干活的，面相憨厚老实，国字脸，嘴唇很厚实。这么久，我终于见到了一个生面孔，不由得又高兴又紧张。喂，你好。他并不理我，自顾自地放下了手里端着的食物。我垫着右脚，左脚连续蹦跶几下，来到那人面前，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出去，你放我离开吧。”说着，我向门外快速蹦去，可还没碰到门的边，就被那人一把揪住了后脖领。动怒，那人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用不容置疑的力道把我扯到屋子里，反身迅速关门而去。我蹦跶着来到门前，拍打着门，即使知道他听不懂，却依然固执地做无用功。我不是愿意的，你们这是非法拘禁，会坐牢的，放我出去！那人动作利索地锁了门，扬长而去，任我在屋里拍打、怒吼、痛骂，也没有人再搭理我了。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现在的无助和绝望。我的右腿一沾地就钻心的疼，左腿支撑着全身的重量，很快也酸软了。我扶着门缓缓坐下，将头埋在了掌心。这里的人听不懂我的话，就算听懂了，也未必愿意帮助我。我该怎么办？还有秋露他们走出去了吗？昨天沈建清说的那些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吓唬我的？他们如果中了蛊虫，那我呢？想到这里，我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巴黎曾经无意间说漏过，是敌山生苗会下蛊。沈建清的那些言论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会不会早就已经中了蛊？我越想越泄气，浑身冰凉得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艰难地爬起来，摸索到桌边。桌上昨天的食物已经收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鲜的饭菜，有糯米粑粑、腊肉和米饭，带着浓浓的苗家风情。我昨天几乎一天没有吃喝，现在很饿，肚子都叫了好几轮，可看着食物我又没有食欲，喉咙发紧，嘴里发苦。犹豫了很久，我捻了一块糯米粑粑在嘴里，爬回了床上。糯米粑粑应该很甜，里面裹着红糖，但我味同嚼蜡，并没有品出什么滋味儿。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没想到竟又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挂上一片红霞，太阳藏在云层的后面，艰难而不舍地下移。门又被推开了，很轻的脚步声走了进来。我以为是上午那个苗民，奄奄地躺在床上，不想动，也不想搭理，所以我听到声音的时候完全猝不及防。你中午饭不吃？没有。虽然磕磕巴巴，但这绝对是我能够听懂的汉话，而且听声音分明是个女孩子。我激动得要落下泪来，翻身坐起，回头看去，只见一个纤瘦俏丽的身影倚门而立，他身后是万里红霞，是夕阳在山，是倦鸟归林，而无边美景都盛在他浅浅的一湾酒窝里，便让人一对上她绝美的容貌，就忽略了其他的周遭的美丽。我记得她的名字婉莹，我的心狠狠地跳动了2下，因为我听到了久违的汉话，但我又担心再次遭遇之前那个苗民给予我那样的冷遇。婉莹偏了偏头，说：“你叫李玉泽，是吗？怎么不说话？”我的汉话不好，你听不懂。我瞪大了眼睛，迟疑着说：“我听得懂。你知道我的名字？我前段时间听他们是这么称呼你的，我想这是你的名字。”婉莹眼里流转着狡黠的光，原来是这样。一时间要说的太多，我竟不知道从何处说起。我鼓起勇气，最后一次满怀期待地说：“
你可以让我离开这里吗？婉莹走进屋，反手关上了大门，摇摇头，不能。如果我放走你，沈剑清生气，非常。他生气，后果很不好。看吧，我就知道这里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是会站在我这边帮助我的。婉莹见我脸色苍白，笑着说：“沈剑清，对你不好吗？”好，他居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我搞成现在这副落魄又狼狈的模样，答案不是一目了然吗？不对啊，他不是喜欢沈剑清吗？看到我应该会很愤怒才对吧？怎么心平气和的？我想了想，鉴于沈剑清满嘴谎言，一身都是戏，没准儿之前讲的都是在编排别人为自己博同情的故事。沈剑清去哪里了？我不答反问。婉莹说：“不用担心他去抓叛徒了。”最后那个了被断了句单独从他嘴里蹦出来，话语中都透着说不出的诡异。谁关心他了？他如果死在外面儿，那反而最好。我在心里恶毒地设想着。我顿了顿，说：“叛徒。”婉莹说：“应该快要回来了。我们一走，苗寨里就有了叛徒，哪里来这么巧合的事情？”我追问道：“是什么叛徒？”婉莹却神神秘秘地笑：“不能告诉你，叛徒就是叛徒。”她说着，起身想要走。等等，我叫住了婉莹，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总之在脑子之前，嘴巴就先动了。或许是我太无聊太寂寞了吧，急需一个人与我说说话，也或许是想把他留下来，说不定我能找到什么空子逃出去。婉莹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从这个角度看去，他的侧脸和沈剑清竟然有几分相似。我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话题：“你的汉话说得很好，你出去过吗？听外面的人说过话。”这个话题真的好尴尬。我说完就想，他肯定不会理我。我哪理好？沈剑清才是真的很好呢。婉莹嘴里说着推辞的话，但眼里却是得意的神色。我才没有出去过，是沈思源阿奈教我的。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的内容，沈思源阿奈就是姑父的意思。我愣了愣，一个不好的猜测浮现心头，但我还是求证道：“沈思源是不是沈剑清的爸爸？”婉莹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沈剑清是个异类，几百年我们没有和外人通婚，他是第一个苗人与汉人的孩子。婉莹称呼沈剑清的父亲为姑父，我脊背发凉，心里只想发笑。沈剑清到底有没有给我说过一句实话呢？他说什么婉莹和首领已是压人，不断地纠缠着他，甚至还欺压他的财产，他别无办法，只能选择避居在林中。可实际上，婉莹根本是他的表姐妹。那个首领，没有推错的话，应该是他的外祖父。这个人从一开始，有没有哪怕一个东西是真实的呢？满嘴谎言，层层骗局。亏我在拒绝他之后，还陷入了长久的愧疚，甚至还胡思乱想些什么她是个女孩的话，我说不定会。现在我只觉得庆幸，我没有在不清醒的时候做出什么可怕的决定。婉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或许是嫌我独自发呆，觉得无趣便离开了吧。总之，房门落了锁，屋子里很快就黑了下来。其实沈剑清留了蜡烛在屋里，但我现在只觉得很疲倦，一句话都不想说，甚至连动都不想动一下。每一次呼吸都是对体力的消耗，都要拼尽全力。我就这么静默地坐在床上，
任由黑暗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什么？我看那些苗民们手上都有酒碗，如果这酒有问题，他们应该不会喝的吧？也许吧。真的是酒。那酒里下了蛊。没有人可以把这里的秘密透露出去了。秋露和徐子龙他们每天晚上都发高烧，第二天早上又都没事了。原来是因为入了蛊。是啊，原来我们早就身陷泥泞了。李玉泽，来吃晚饭了。在看什么？窗户为什么用铁条封死了？你在囚禁我。囚禁？是啊。你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现在是法治社会了，你知道人身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吗？人身自由，法律保护？对啊，你也看了不少汉语书了吧？肯定知道一点外面的规矩。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这是不允许的。我不知道什么叫人身自由，我只知道，在这里，我就是规矩。亏我以前居然还以为你单纯善良，不谙世事。我他妈真是个傻子。好了，别胡思乱想了，过来吃饭。吃完饭给你换药。不吃，你拿走，连同中午的那些一起拿走。你不吃饭，也不吃药，跟我闹绝食啊？你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还能控制我吃不吃饭吗？让我摸摸。干嘛？难怪，你肯定是烧的没力气吃饭了，怪我不够细心。好怪，我跟你他总是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好像我们是什么亲密关系。但事实上，我喂你吃药，我们什么都不是。转过来。我说，转过来。这个疯子，他笑什么？沈年青，你干什么？你不理我是吧？不吃不喝是吧？沈年青，你又想干嘛？你打我！你又打我！沈年青，你这个疯子！你又想干什么？干什么？
喂你喝药啊，张嘴，喝啊！全部喝进去。你这个神经病！你知道吗？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想这一刻想了好久。你在说什么？你当初不就是这么喝蓝门酒的吗？你知不知道，当时好多人都在看呢。什么？你很会勾引人呢，李玉泽。东郊苗寨的蓝门酒，那我不碰杯子，你喂我喝吧。那个时候你也在。你一直都在。没错，我当然一直都在。你好几次都差点发现我了。哦，不对，你早就发现我了。那时候你对我笑，是因为那个，你知道我在找你。难道那张照片也是你故意出现的？哦，你说那张照片，你知不知道，你当时拿出来的时候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个美丽的巧合，想把照片留给你。那可不是我故意留下的，没想到你那么早就看到我了。李玉泽，你自己不是还说我们之间很有缘分？缘分？你管这叫缘分？这明明是你一步步设计引导的结果，还敢说是缘分？说吧，你看上我什么了，沈剑清？我们素昧平生，你都不了解我，你看上我什么了？难道不是你先引诱我的吗？我在洞江是你要来找我，在赤笛山是你要来求我，我只远远看着，是你一遍又一遍引诱我靠近呢。我没，你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好，如果之前让你误会了，那很不好意思，是我的错。那我现在解释可以吗？我真的没有。李泽，你别说那些我不爱听的。我们苗人固执，看中了一个人，到死都不会改。你已经是我的人了，这辈子也别想摆脱我。你真是个疯子！你刚吃完药，早点休息吧，别再胡思乱想了。不知道徐子荣他们三个怎么样了？如果他们也指望不上的话，难道我真要一辈子困在这里？不行！该死的沈剑清没有给我处理脚伤，是怕我跑了吗？李玉泽，冷静下来。徐子荣他们大概是自顾不暇了，我只能自救。
如果要出去，一定要先治好脚上的伤，不然跑起来都不利索。苗寨里肯定有懂医术的，要找人来医治我的话，还是只能靠沈剑清。怎么办？不行，要像强迫自己的人这样杀了我还要难过。只要我出去了，谁会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就等于没有发生吗？李玉泽，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真的能骗得了自己吗？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天又亮了，好像退烧了。看来沈剑清的药还有点用。好好睡了一觉，力气也恢复了一点。右脚还是很肿，也使不上力。这窗户上的铁栏杆真牢固，根本掰不动。刚来的时候还说这个窗台上下都有凹槽，装上铁棍就像牢房，真是一语成真。右脚现在又痛又痒，应该已经开始愈合了。再不干预的话，估计以后会瘸的。还是得求沈剑清。不是沈剑清。你好。这个苗人，我之前好像没见过。看衣着打扮像个老实人。好机会！你放我离开吧，我要出去。韦大义，沈剑清把我关这儿的，你们这是非法拘禁，要坐牢的，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这里的人听不懂我的话。就算听懂了，也未必愿意帮我。我该怎么办？不管怎么样，先填饱肚子再说。又是谁？啊！欢迎姑娘。李玉泽。你在吃饭？你会说汉语？你还知道我的名字？我汉话不好，一点点会。我听到过他这么喊你。欢迎姑娘，你可以让我离开这里吗？不能。如果我放走你，沈剑清会非常生气。他生气
后果很不好。你脸色不好，沈剑清对你不好吗？明知故问。沈剑清去哪里了？不用担心他，谁担心他了？他去抓叛徒了。抓叛徒？应该是快要回来了。是什么叛徒？不能告诉你。叛徒就是叛徒。等等，还有事？你的汉语说得很好，你出去过吗？听外面的人说过话？我哪里好？沈剑清才是真的很好呢。我才没出去过。汉语那确实。汉话是沈思源阿奶教我的。沈思源安奈？阿奶就是姑父的意思。姑父？沈思源是不是沈剑清的爸爸？是啊。果然。沈剑清是个异类，叫沈思源姑父。我们几百他又是年族长的孙女，没有和外人同婚。也就是说，他沈剑清根本就是族长的外孙。苗人与汉人的孩子。是族长仗势欺人，被逼无奈才自己搬出去住的。你怎么了？沈剑清这个骗子！我要回去了。真是满嘴谎言，我真是太傻了。幸好我没有在不清醒的时候做出什么可怕的决定。沈剑清，他怎么在我床上？手还搭在我腰上，整个人贴我那么近。余泽，别走。他昨晚什么时候进来的？既然他在这里，那房门肯定没有锁。就算从里面反锁了，他身上也一定有钥匙。好机会，我可以出去了。不对，就算房门没有锁，我拖着一条伤腿，肯定也跑不远。除非他再也醒不过来。余泽阿哥，只有睡着的时候，他才又显露出这副乖巧纯良的假象。如果在外面，他这个年纪应该正好在读大学吧，说不定还会是我的学弟，也可以是我的朋友。可惜没有如果。
回原来的生活。快吓死我，李玉泽！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不可以。沈剑清虽然是个疯子，但他……我不能。我好高兴啊，李玉泽，我真的好高兴。你高兴什么？你舍不得杀我，玉泽阿哥，你舍不得杀我，是不是因为你终于有点喜欢我了？他什么都知道。刚才我如果真的狠心加上去了，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你怎么了？我赶紧哄哄他吧，他放松了警惕，我才有机会脱身。沈剑清，我的脚好痛。我等着你开口好久了，你现在又要和我公平交易，以物易物了吗？以物易物？你要拿什么跟我换？我有钱。李玉泽，我只要你。我是人，怎么能算物呢？而且，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天到晚都想着那些事？那些事是哪些事？你明知故问。我就是想听你说一句我喜欢你而已，你想到哪里去了？你现在还学会倒打一耙了？让我看看。你掀我被子干嘛？你的脚长这么高，真可怜。要是就这么瘸了，以后到哪里都不方便，肯定要一辈子靠着我。你不会是认真的吧？所以你要成交吗？干嘛要露出这种可怜兮兮的眼神？像我在学校里常喂的那只流浪狗。玉子阿哥，成交吗？成交吗？有什么好扭捏的？沈剑清，我喜欢你。我就知道。李玉泽，我也喜欢你，我好喜欢你。我看你第一眼就知道，这辈子就得和你缠在一起。我应该推开他的，但是干嘛咬我？
天亮了我就派人来，你放心，你的脚残废不了。天亮之前还有一点时间。什么？我们继续。玉泽，他的反应那么真挚热烈，就好像我刚才是真的在跟他表白，我们也真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情侣。李玉泽，婉英姑娘，这位是？他是苗寨里最好的药师，叫卢奇，他会为你正果。哦，多谢。我有些事情，一会儿再回来。你别怕，不会很痛的。我回来给你带糍粑和蜜果子。哦，好。一有尼贝罗，阿宋过海酿雅蒙带海，阿用于下一牛呢。婉莹，你留在这里当翻译。纽那护啊护好，莫那崩。崩哦。那我走了，晚点再来看你。哦。你过来，坐下。哦。卢医师，麻烦你了。韦大义，让开幕。他说，让你忍着点。好。卢医师，谢谢你，我好多了。卢奇调酒，你好，阿三鸟吗？这种墨绿色的草药，好像还挺管用的。上了甲板，不知道过2个星期能不能下地走路。两兄弟好，某某有你好，怎么了？有vị在娘家，你干嘛跪我？娘某就要我送。老兄弟们，快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这，婉莹，他这是怎么了？你快帮帮我！这个忙只有你能帮了。你先让他起来，我能帮的一定帮。快起来！你好，你有冇手？我谢发达。到底是怎么了？昨晚上，沈剑清带人连夜追回了叛徒。按照在职规定，叛徒要被流放进古丛里。叛徒阿宋是卢奇阿叔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原来如此。阿宋他叛变，是为了你的同伴。什么？是为了徐子荣和秋露他们？他们怎么了？对不起，对不起。具体我也不知道。沈剑清只带回阿宋，你的3个朋友可能已经离开了。
是吗？那太好了。对了，之前沈剑清说他们是中了什么蛊虫，这我就不知道了。哦，那我能做点什么？一入蛊丛林，必死无疑，除非族长松口放人。可族长不就是你爷爷？我爷爷年岁大了，很多事情已经不再参与。他把这件事全权交给下一任族长沈剑清。沈剑清是下一任族长。是，虽然沈剑清还没有正式接任，但是寨子里的人都听他的。果然是这样。罗齐阿叔很可怜，只有这一个儿子，而且阿宋还是为了救你的同伴。如果不是你们，阿宋不会叛变。李玉泽，你不能不帮。非求娘你来，娘的心。老兄弟们，没想到我们的到来，给这个原本平静的苗寨带来了那么多事情，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愿意帮这个忙，但我不一定说得动沈剑清。如果连你都说不动他，那就没有人可以了。阿宋的行刑日是明天正午，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好。